之前讲过很多期关于和弦的东西，但事实上和弦不应该这么复杂。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和弦就能作曲。然后这同时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读音乐学校，然后把他的斯波索宾给我看。当然他很早就给我看了那本书，这是我那个时候沉迷研究爵士乐理，没有仔细去看那本书。然后后面我回去翻查了一下那本书的一些是讲的知识点，我就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提到了一个下属音和主音的一些关系，或者说是稳定音和不稳定音的关系。他利用这个方法去作曲啊，那一章对我受益非常大。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稳定音啊，然后对于一个音阶来说啊，就你必须要确定是一个音阶，它才会出现主音和这个属音，对吧？还有它的下属音，然后呢，差不多就这样。然后稳定音的话，基本上就很稳定了，在这个音阶调式里面呢，它是非常稳定的那几个音，它没有任何要解决的倾向，所以说这个被称之稳定音。那么快速过一点，用 C 调来看的话，就是对吧？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以它的主和弦，构成的这几个音哆咪嗦哆是最稳定的音。然后呢，在之后的瑞发拉瑞啊，这个不大稳定。米嗦西咪它相对稳定，但是它有一个西不是很稳定。然后呢，所以呢，它可以暂时被称为较稳定，或者说相对稳定吧。然后再到 F，这个 F 里面有一个哆，这听起来也是相对稳定，但是较不稳定。啊，这个 G 的和弦里面呢，就只有 G 一个音，然后呢，法哆咪拉，法哆咪拉占了两个稳定音，所以它也可以相对稳定。最后就是极不稳定，一个稳定音都不占了，西瑞发啊，就这样子。所以说，给大家总结快速的总结，哆咪嗦哆是不会像其他的音解决的，但是在其他的音，比如说是吧，re 可以像哆解决，它比较倾向，还有对吧？就是 re 哆 re mi， 还有一般半音都会趋向于半音的这个解决，所以发肯定是咪，当然它也可以到发嗦，对吧？还有是吧 A 拉嗦是吧？拉 A 可以向哆解决，但它一般不跳格，就是邻近的音解决就好了，好吧？就西哆。那么排掉这个，我们把 A 除掉吧，因为 A 的话它性质比较特殊一点，当然它也可以不特殊。通常来说，我们会尽可能避掉 A 去看啊，然后呢，我们就只看瑞发这两个音，这两个音还有瑞发西，这三个是有解决特别明确的解决倾向的音，所以说你在作曲的时候，你就可以搭配，比如说我只想用两个音，就是你抛掉和弦的概念，你只用稳定的音程。我们都知道，在音阶里面比较稳定的音程是什么？就是吧，纯五都是最稳定的，要不就是纯八，对吧？但是你一般想要点色彩的话，你一般就哆嗦就可以了。那么你找到这个最纯的音程，把它作为你的固定结构，然后你可以在它的上层去，和中间也可以。那通常一般是，如果你想要这个声部有5个比较大跳跃的话，你就可以。那我这里弹了一个哆嗦瑞，那么我们不看什么9和弦、高堆叠和弦这个概念，我们抛掉，我们只看单纯的音的话，你会发现哆嗦是吧？它是不是有解决倾向？是吧？它想要解决会多，它也可以是，对吧？它也可以解决到咪，但是它咪的解决倾向很明显没有多那么强烈。
因为你在纯五的这个框架里面，它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到这里，那个知识点就已经讲完了，然后后面就是围绕这个去展开，你怎么根据这个来发展或者作曲。就我看到，就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第一个小节的4小节是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下属回到属，对吧？我们再来一个下属，这时候我接到了发，发也是有解决倾向的。是吧？它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可能在钢琴上面，这个排列其实它的声音和这个钢琴的声音不是这么特别大，一般通过弦乐，它的就感觉会强烈一点啊。就比如说我用尤克里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像这样子，你基本上一段4个小节的副歌就有了，或者说 A 段，我觉得讲 A 段比较清楚。然后呢 ，A 段重复2节之后，然后你可以是吧？你又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比如说我弹一个。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有2个不是特别稳定的音，或者说因为你弹到了一个，对吧？你去到了一个比较新颖的和弦，所以说你改变了和弦的结构。其实每一个音都可以单开来看，就像你的旋律，其实你的和弦是在往上面推动。如果你不看整体的一个调性的话，它是在往上推动的。或者说，其实你也可以，往下说，它就是一个新的和弦，因为音程在变化，再配合你往上的这个旋律，它其实整体的一个色彩也在变，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刚刚给大家演示，就比如说我这样子。我喜欢往上走，然后你比如说像这样子，之后呢，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你可以让它回一个相对稳定的音，或者让你的旋律往上走。是吧？它又可以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曲方法，所以它没有这么的难，哪怕你注视和弦按下去也是。是吧？它又回来了，然后它比这种纯注视的和弦的方法要好一点，就是它整个的声部会比较的丰富。哪怕它只有3个音，对吧？或者说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这个一般在吉他或者说弦乐上面，就带品格的乐器效果会好一点。比如说，这里其实换成这个和弦就，是吧？你就一个下降半音，这个任意的半音都可以，比如说，它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作曲方式会比较更大的灵活一点。就如果你觉得你被一些这种声音困住，或者说你厌恶了这样的声音，那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去做。
所以总的来说，斯波索林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值得去参考的作曲方式就是和现代的大家教的这种完全不大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本书。